我爸是做消防员的嘛，所以每个周末他算是 off duty 的时候，他就会回来准备一个比较丰富的一餐了。然后通常是煮牛肉，所以他每次做牛肉面的话，他会加上个绍兴酒。我跟我弟弟2个人，通常会在下午时间会准备自己的午饭了，所以我们就是模仿把这个酒倒进去咯。2个人吃的面，我们可能会倒半瓶的酒，所以它的那个鲜甜跟这个牛肉的搭配其实特别的好，它的酒香味也特别的重。我们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迷恋上酒香味所带来的味觉享受。而有一天，当老爸想要把收藏多年的昂贵洋酒拿来招待一群好友时，才惊觉储藏在柜子里的一瓶瓶洋酒全都空了。原来我和弟弟分不清酒的贵贱，一直以来都很奢侈地用这些价值不菲的洋酒来煮这道再简单不过的牛肉面。在烹饪里，能够增进菜肴风味的调味品不计其数，但没有一种调味品能像酒一样，让菜肴顿时复杂起来，让人着迷。而从古代至今，世界各地的厨师们都默契地以酒入馔，让酒从饮料变成佐料，使餐桌上的美食变得非比寻常。洁白丰盈的白米，除了喂饱成千上万的人，也能化身为魅力十足、风味极佳的料理酒。我早就看出他们的潜力，所以就利用他们的醇香来提升我的个人魅力，让我在散发樟木与茶香之余，也带有性感的酒香味。当年我就是这样征服了慈禧太后的心，让她对我爱如珍宝。我就是虏获无数男女老少芳心的张茶鸭。中山用酒烹调的传统源远流长，早已深入人民的生活。但身为一名厨师，我觉得自己对于各种酒类的风味以及它们最佳的搭配仍然一知半解。因此，我希望这趟旅程能让我深入研究以酒入馔的学问与艺术，学习使用酒香味来创造出独特且具有深度的崭新风味。张茶鸭就是四川菜系里面少部分不辣的菜系，然后这个鸭子的制作工艺呢，就是先腌制，然后就烫皮上市，然后拿来烟熏。一般上就是我们针对肉类的话，会比较多用酒来做调味啦，因为酒它能够去腥，增香，然后还可以软化那个肉的组织，吃起来的话就会比较软嫩一点。通常看到说传统食谱就是用一种酒而已，为什么会用到2种酒呢？其实它不同的酒它有不同的风味，就好像黄酒嘛，就是绍兴酒，他们都是用糯米来做，然后这个米酒呢，就是用米来酿制之后，然后拿来蒸馏，所以它的那个风味会更浓一点。柔和平衡、带有花果香的绍兴酒，与味甜醇香、带有特殊芳香的米酒，与中式料理所使用的香料和调味品是绝配。它们在风味上完美的结合，造就我诱人可口的风味。同时，我们肉类最喜欢和绍兴酒与米酒搭配，因为在肉类的家族里，我们的体内都具有腥臭味的各种成分，而这些成分大都能溶解在酒所含的乙醇中，经过加热烹制，便随着酒中的挥发成分一同挥发出去，让我们的体臭消失，香气增加了。酒对于中餐来说是很重要的，你在什么时候去加入这个酒才是最好的时机。就比如说张茶鸭，我们需要利用酒的特性去软化肉的组织，而且增加它的香味，所以我们必须先放。炒蔬菜的话，一般上我们都是用米酒，而且是在临起锅的10几秒才加白酒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要在最短时间、最高温的时候，就是把那个酒蘸一下，就是取那个稻米的香味。对。中餐用酒非常有趣，就像茶道或者功夫一样，总会让人在烹饪中看出一丝透着禅意的讲究。
张茶鸭嘛，在我们的中式料理的要求就是要有烟熏的味道，然后要有酒香的味道，而且肉质软嫩多汁，每个步骤都要做得那么严谨，才可以呈现出一道好的张茶鸭。这个茶叶你好像特别去选那个你喜欢的茶吗？我个人特别偏好就是普洱茶，原因就是普洱茶它是熟茶的一种嘛，然后它的颜色啊跟它的苦涩味道没有那么涩。绍兴酒中含有丰富而复杂的成分，除了乙醇和水之外，还有氨基酸、葡萄糖、有机酸等。这些多种微量复杂的成分，构成了绍兴酒独特而微妙的风味。樟木和普洱茶叶的木质香调，就与绍兴酒的花香和果香相映成趣。经过熏制，更是让我在风味上达到极致的美妙。Sam 向我透露，制作这道张茶鸭必须花上约13个小时，费时费工，要经过腌、熏、蒸、炸4道工序，才可以做成正宗的张茶鸭。除了选料严谨，制作也非常精细，让我不禁佩服他对传统菜的这份坚持。以我们现在20世纪来说的话，所有的东西都是方便化了、科技化了、大量生产了，那就是让到我们传统的食物就会没有了那个风味。为什么在中餐料理里面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比如说要用好的酒、好的香料，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做一道这样子的菜，而且卖不到钱？那就是对传统菜的那个坚持跟文化的宣扬。我会建议你第一块的话，你先吃原味，然后再沾这个酱。这个酱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就是偏南洋风味的一个辣椒酱。里面会有一些芫荽啊、青辣椒啊、跟蒜米跟鱼露。OK 啊，很香，这它的那个烟熏味其实很明显，其实是很深的那个茶的那个烟熏味。对对对，然后你吃在嘴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有一淡淡的酒香，然后它的肉质也很软很嫩。其实真正吃的话，其实吃不到那个酒味，它酒味不会很明显啊。张茶鸭其实就是要讲它的烟熏的味道嘛，就是用樟木来熏的。可是没有酒的话又不行，因为没有酒的话，它就做不到那么软嫩多汁。说到对于传统文化的坚持，世界各地的福州人一直以来都有自己酿酒的传统习俗。每当福州人设宴或待客，不喜欢用白酒、红酒，而是用自家酿制的红糟酒。它就是一个传统手工酿造的一个老酒，马祖人家家户户都会做，但是每家都会不一样的风味。我们自己的环境，或者是你在做的这个手法，或者是你这个温度，还有它的时间，都会影响。红糟酒剩下的酒渣红糟，被古人睿智的物尽其用，成为福州菜的灵魂。这是贯穿于每个福州人心底的家乡味道。而红糟对于福州人来说，就像是印度料理中必不可少的香料一般。像一般我们大概逢年过节一定要煮的就是红糟鸡，第一个红嘛，第二个因为它就是一个全鸡的概念，那第三个就是因为一般尤其是逢年过节一大桌的人嘛。就是要取平安嘛，所以我们加太平蛋啦、水波蛋啦，就是红红白白的，好看又有喜气。透过那个油爆过之后呢，它整个那个麴味没了，酒香出来，然后氨基酸的那个成分也通通发挥出来。不但鸡肉本身有红糟的味道，你的汤本身也有红糟的味道。味带微酸的红糟有着去腥解腻的作用。因此和肉类或海鲜类成为良配。经过爆香后，糟汁与肉中的蛋白质发生美拉德反应，因而提升食材的香味与鲜味。酒味、鸡肉味、味香、醇香融于一体，形成一锅诱人的美味。这份微醺的味道，就是福州人从小吃到大的独特风味。你们好，我就是高级料理的象征，大家口中的海鲜之王。虽然我的价格居高不下，但你们还是对我爱不释手，把我化为各式奢华精致的料理，享受我那鲜甜细腻的肉质。
有位法国友人还真懂我心，把甘毅这位成熟典雅的千金小姐介绍给我，让我有机会走进她的世界。我们就这样擦出爱的火花，成为风靡饮食界的法式龙虾浓汤。酒不仅连接了菜肴与饮品的神奇因缘，更是美食美酒与各地文化悠久历史的一次美妙相遇。说到带有酒香味的经典菜品，好几位厨师朋友都不约而同地向我提起法式龙虾浓汤。以浓汤的方式来表现龙虾与美酒的价值，是法国料理最低调的奢华。lobster beef 的材料里面，我们就会有 cognac 就是 brandy 的其中一种，还有白葡萄酒。这个龙虾的这个汤就是比较多奶香味的嘛。它是带甜和奶香味，因为 cognac 的味道它有点带甜的味道，还有 oaky 的 flavor， 那个鲜甜的味就从龙虾得出来。我和甘毅在质地上非常匹配，把我们搭在一起，绝对能让你回味无穷。经过水煮后，我的肉质因为脂肪氧化和酵素反应，会具有一种坚果和爆米花般的气味，搭配甘毅的柑橘味和坚果芬芳，滋味格外和谐，更与我柔糯的质地完美融合，让你的舌尖释放出无限回味。我们通常是炒完菜了才加酒的。哦，炒完的菜才加酒，因为我们要逼那些菜味出来了才放酒去融合它的味道。干邑就是这道法式龙虾浓汤的灵魂。汤向来被许多人视为主餐的附属品，但在法式料理中，一道极致汤品蕴含了无数细致功法，才能呈现无比顺滑的难忘口感。酒来配道菜是一门学问来的，我做了30多年的工啊，要到40年了，我还在学。这个世界上有几万种的酒啊，来配搭不同的菜，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的。对。有时候你讲我给你这道菜，你配到这个酒，我吃的我感觉到有这个味道，不过我觉得不一样哦。所以我们作为厨师，这个是最难的。酒中所含的一部分醇类，在加热过程中与原料里的有机酸发生酯化反应，生成一些具有香气的酯，从而为我们增香，让我们变得更加诱人可口。牛油和奶油在我们中间也起到一种极好的桥梁作用，因为它们能带出干邑里的榛子味，美化我们的风味，让绵延不绝的香气不停地挑逗你的食欲。虽然选择酒品入馔因人而异，因菜而异，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和规则，但烹调是一种浓缩的过程，所以甜的酒会更甜，酸的酒就会更酸，也会凸显单宁的苦涩。因此，选择适当风味的酒来料理，对于菜肴的美味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平时我们做菜就是 lobster beef 就是 lobster beef 而已，不然我今天有放一点 milk foam。对，还有一点橄榄油，你拿那个lobster beef 和牛奶喝一口先，你有2个层次的不同味道，再一口那个橄榄油和 lobster beef， 它味道又不一样了。其实这个是挺有趣的。我身为厨师，其实没有考虑过，就是汤汁也有那个不同的那个口感跟层次不同层次感的味道啊。所以你喝那个牛奶和那个 lobster beef 一起，你会感觉到比较 light 比较淡一点，因为那个泡沫本身有点像在喝空气这样。对，它会慢慢融掉，味道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再混合那个橄榄油，对，和那个龙虾汤，其实很明显，就是你在喝橄榄油的时候，那个汤是比较甜一点，可是你再加上那个奶沫呢，这个我叫来灯哈，它会减低了很多，很明显。对，哇，这个很好吃。好吃吗？很好吃，就是汤也可以有不同的层次的味道。当龙虾与干邑在口中相遇，搭配淡淡的奶沫与橄榄油，丰富了食物的层次与口感，让龙虾浓汤微妙的香气久久盘旋在我的唇齿之间。原来汤品的口感层次能带来如此意想不到的味觉体验。这个领悟让我迫不及待想要创作一道醇香难拒的舌尖美味。
日本人常说我就是神的恩赐。这1000多年来，我一直是日本人最常喝的饮料，可以说是陪伴他们度过人生的高潮与低谷，快乐与寂寞。我的米香味浓重，口感纯正，只要一小口就能暖和冰冷的心房。近年来，我更是大胆地取代啤酒，自我推荐与鸡肉一起高温烤制，造就了多汁可口、鲜嫩无比的清酒烤鸡。日式料理总是给人一种很精致的感觉，除了原材料的素质无与伦比，厨师强调的更是卖相与质感。但是日式料理最吸引我的部分就是调味非常简单，他们只用5种基本调味料，加上味淋和清酒。如果你懂得正确的应用它们，就能创造出非一般的美味。Here we're doing our Kurobuta Dong. It's a classic and staple dish from Japanese cuisine. So the sake is used, we just rub the meat. So I think in mostly Japanese cooking, we can actually see sake, mirin. It's always either these 2 ingredients. Is there a particular reason why the Japanese love to use these 2 types of, rice wines to cook with? Sake, it kind of tenderizes the meat with its moisture, brings out the aromas of the meat, and also it helps to infuse whatever other flavors that you're actually using. It intensifies the dish. Right. The So what you're saying is that, for example, if I want to make a chrysanthemum flavored pork, I can put chrysanthemum into Yes, the correct. sake That's right. and use the sake as a vehicle to bring that That's right. flavor Yes, into the meat, right? exactly. 我体中的蛋白质等成分发酵成酒后，就是氨基酸、琥珀酸、有机酸等鲜味成分的重要来源。所以我有储酒之称，可不是随便吹牛的。我在饮料界是鲜味最丰富的饮料之一，比白葡萄酒的氨基酸含量要高出约5倍，所以我才能与肉类里的肌酐酸完全匹配。我们只要搭在一起，就能将肉类里的鲜甜完美给激发出来，替菜肴增添浓厚深沉的风味。与清酒相比，味淋的甜度较高，酒味也较淡，因此用法也更多元化。除了去腥提味之外，还能增添菜肴的光泽，保持食物的美观，是照烧料理必不可少的调味料之一。I don't burn off the alcohol in the sake because later it will be a long cooking Cooking process. process, it will be burned. So the alcohol will be burned off slowly, and then the sweetness from the sake will go into the pork. 使用酒精的方式有很多种，从腌料与酱汁到炖品和辣酱，既是食材，又可以作为视觉效果的呈现。而 Jay 就想出这道既简单又让清酒发挥到极致的清酒烤鸡。So whatever spices that we're using on this is very mild because we want to focus on the sake being used, and it is being used from start to finish in this dish. Jay 从啤酒烤鸡得到灵感，以清酒代替啤酒，为这道特色美食增添崭新的风味。It has the chicken cooks. What's left of this sake, the flavors from the sake will slowly evaporate. This is the main flavor that we want to infuse into this particular dish. Right, I understand it. 从腌制到烤制，清酒与鸡肉的完美结合，使得烤制后的鸡肉表皮焦香四溢，肉质香嫩滑口。残留下来的清酒与肉质精华也不被浪费，经过 J 简单巧妙的处理，化身成为鲜味十足的浓郁鸡汤。Okay, it's the soup that we got from the chicken. Thank you. Alright. Oh yeah, it's very fragrant. What I like about sake and mirin is the sweetness that comes through the food. This is a very fatty meat, but you see how it doesn't fall too heavy on your palate Yeah. after you eat this. 在烹调中，酒的微妙之处就是能与肉中的脂肪发生反应，帮助脂肪溶解，使菜肴变得香而不腻。Now I can start to understand why you're pairing the sake with the chicken and the pork because it somehow flows very well with the meat-based products. Yes, this sake is considered a dry sake, so the non-sweet sake, and some fruity hint flavors. It gives the dish more volume, body, more levels of to your palate. 美酒佳肴的完美结合，不仅给人美好的感官享受，更为我们的餐桌带来一丝丝的别样风味。我发觉到呢，不管是什么文化的菜肴，这个酒的风味其实扮演的角色通常是比较陪衬性的。
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衬托其他食材的风味。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呢，就是如何摆脱这样的一个概念，把酒作为一道菜的主要风味。我其实就想用4种不同的那个酒，来呈现出我的一个创意菜。一个是日本的味淋，还有日本的清酒。然后第3呢是一个 whisky， 第4就是我们中餐常用到的这个绍兴酒。今天的创意菜呢是一道虾刺身，它的灵感来自于很多不同的文化，主要就是潮州跟日本料理的一些技巧。我要把酒当成是一个主角，然后我们在吃这个虾的时候呢，那个酒的风味一个一个慢慢呈现出来。味淋、清酒、威士忌和黄酒都有各自的风味和特性。要如何在这道菜肴里别出心裁地应用4种不同酒品，并让它们各自发挥所长，将会是最大的挑战。这个腌菜粉呢，我加了一些糖，这个甜度呢就可以助于减轻这些酒的苦涩味。这个红梅汁呢，它的作用其实想用它的酸度来去除掉这个花椒本身的那个麻，我只想用花椒本身的辣，还有它的那个香味。虾本身呢，这个肉质带有一点粘性，所以这个泡沫本身呢，可以帮助于解腻啦。要在酒精与调味料和食材中找到平衡，既是一门学问，又是一种艺术。透过精准的拿捏，融入菜中的那份精致且带有缕缕辛辣的酒精气息，将幻化出醇香四溢的美味。这道菜呢，论它的外表啦、香气、口感，其实我觉得都达到我要的水准。它整道菜呢，酸甜苦辣鲜其实都有，可是在这个甜的部分呢，可以抓得更精准一点。在整个就是探索这个酒的风味的旅程当中，我就发觉到，其实酒的确是能做一道菜的主角。所以酒跟其他食材是一样的，你更了解它的风味，就可以更精准的派上用场，把这道菜的美味带出来。